好，先来看一下射手个人的一个整体情况。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一个逆位的圣杯4啊。那圣杯4回归到圣杯3的话，其实射手最近有一点点散漫任性的这种感觉哦。你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过得开不开心，有没有朋友，工作上面合作的愉不愉快，其他的并不是很在乎。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给你递来一个橄榄枝，想要跟你合作，给你一些机会，你没有特别的心动啦，因为觉得现在好像也是挺好的，不用去特别的去做什么，所以呢，没有太多的这种上进的感觉哦，或者这种激情，就会错过一些机会。那在感情上呢，我们射手还是没有那个心情，想要真的为一个人去定下来，或者说真的吊死在一棵树上啊，你还是会很向往那种自由的，可以跟各类朋友轻松相处的这种状态。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1月份的话啊，有没有桃花机会？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星币2，那这张牌短期之内，我觉得桃花可能就不太有了，更多的是你自己可能会比较的忙碌。那这张牌呢，也是一个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状态，或者说你什么都想要，然后一个都要不到。你可能又想把握住感情，又想就是事业上面得到一个发展，或者说身边有一些桃花机会，你也想把人家都吊着，那么你可能就是一个都把握不住，手忙脚乱的哈。我们来看一下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原因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圣杯女皇啊。那圣杯女皇啊，说明首先我们的射手是一个比较过于敏感的个性啊，你其实非常渴望这种被爱的感觉，很渴望爱情，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圆满、很满意的这个感情啊。那同时，因为你很看重他，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人的话，你就会很用心的对待他，然后就会想要把握住他，对他好嘛。但是呢，因为你过于敏感，也过于重视，就非常容易情绪化。那一方面呢，你会让自己有很多的这种自我的消耗，同时也会给对方带来压力，就是让他觉得有点招架不住啊，觉得你有时候是不是有点太作了，或者太小题大做了，太有情绪了，就是让你们的这个亲密关系进展的非常的艰难哦。那么过去的这边的影响呢，出现的是一个逆位的星币女皇。那这张牌一方面会代表可能过去我们的射手就没有太把重心放在感情上面，你更多的可能是在忙自己的工作、事业或者其他的事情，就错过了一些机会，浪费了一些时间。同时呢，可能你之前有过一些不好的感情经历，那么你要么就是放不下，心生怀念，要么就是给你造成了一些心理阴影的，导致其实对你现在的这个感情生活会有影响。环境这边出现的是一个逆位的星币7啊，那这张牌我觉得其实你身边啊，可能机会确实也不太成熟，没有什么特别符合对象，符合条件的可以发展的对象，所以你也无从发展。同时你一直以来因为没有关注到自己的感情生活啊，可能就不太有异性朋友的积累，包括自己人脉的这种打造也会没有太多的优势。其实对于你来讲，现在如果真的想要去脱单或者找一个优秀的对象，确实是蛮难的。那么短期的结局这边出现的是一张死神牌，这张牌代表就是你们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转折期。未来呢会面临一个我觉得是质的转变哦，未来可期。如果我们的射手真的是很想要脱单的话哦，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我看到当你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非常积极的去解决它，这个时候你整个状态都会不一样，就是这个运也会行起来。比如说你真的会遇到很多不错的异性朋友啊，那你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有技巧、有经验呐。所以这张牌啊，就是更多的代表了你个人状态的变化，你真的会在感情的生活当中升级打怪。所以其实虽然你可能现在是单身的状态，而且呢可能你也并不是那么的好过，但这段时间我觉得是你的必经之路，你也必定会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自我的认知、自我的改善，让你更加的优秀，更加接近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好啦，我们最后看3张牌啊，看看我们塔罗牌有没有给射手一些建议啊。
这边出现的是审判，然后逆位的命运之轮和星币3。那首先核心牌是我们逆位的命运之轮，说明可能在未来短期内啊，我们射手还是会觉得这个感情生活好像还是不是很顺心如意哦。我们射手可能要放平心态，不要太着急。你要知道，就是其实遇到一个对的人，或者遇到一个让你很满意的人，是需要一定的缘分和时间的。有些事情不是你尽到努力就马上可以实现，对不对？那走进一个人的生活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彼此的。所以在这边呢，逆位的命运之轮啊，也是代表着就是需要你去放缓节奏，然后更加的耐心和理性一点。欲速则不达嘛，你可能是先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等待对的时间、对的人。那审判牌也是告诉我们哈，我觉得这一天真的很快就会到来，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的射手一定是先要完善好自己，就是建立好你的信心，在面对未来的这种不管是变化还是转折，就像我们前面的这种死神所展示的啊，这一切不是那么容易的，也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它是一个成长和蜕变的过程。你要去接受一个人进入到你的人生，然后也要适应他的人生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其实冥冥之中，我们的射手也会明白很多事情自有安排啊，渐渐的懂得就是你要如何的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每一次机会和变化。所以星币3这边啊，我觉得我们的射手一定要做好规划和目标，就朝着你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去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前进。我建议射手未来是可以关注一下你的生活的圈子，工作的圈子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你工作的合作伙伴呐，或是同事当中会有可以发展的对象。同时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建议你更多的是以这种寻找人生合伙人的心态去选择，而不是被一些所谓的浪漫和爱情冲昏了头脑。但是即使你在短期内没有遇到这个人的话，你还是要有信心，不要就因此觉得失落啊，就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尽你最大的努力，因为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你一定是能够被看到的。